在《红楼梦》书中第70回，又到了一个过年时节。这次曹雪芹对于荣国府如何过年没有详写，而只用了年近岁逼，诸物未及一句话带过。想必年前乌进孝兄弟还是会像往年一样，分别向宁国府与荣国府缴租，但这一年的缴租情况作者没有明写。但从70回以后的内容，我们读者却能够感受到荣国府加速衰败的趋势。在第72回里，王熙凤与旺儿媳妇有段对话，前儿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2个月，想不出法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同西家伙，4、5箱子，拿去弄了300银子，才把太太的遮羞里搪塞过去了。我是你们知道的，那一个金字名中卖了560两银子，没有半个月，大事小事倒有10来件，白填在里头。街外头也短住了，不知是谁的主意，搜寻上老太太了。你再过1年，个人搜寻到头面衣服，可就好了。上文的这一番话表明，贾母过80大寿，王夫人竟然连300两银子的寿礼都无力筹办，这着实有点令人匪夷所思。要知道，王夫人的月钱标准是每月20两，年例与节例所发的银子也不会是小数目，况且她嫁入荣国府已经这么多年，私人积蓄应该相当可观的。在第42回里，王夫人一下子就送了刘姥姥100两银子，为什么只过了2年不到的时间，300两寿礼的筹办竟会难倒她？仔细想想，在这不到2年的时间里，荣国府在经济方面最大的事件就是庄田年年欠收，没有按数缴纳租银。这一点，作者在第53回里借乌进孝缴租的故事，从正面做了明确交代。当时贾珍看了租单就直皱眉头抱怨，显然这些收入无法应对庞大的开销。作者在这一回主要写宁国府的收成，同时又拿荣国府的做比较。从乌进孝的叙述来看，荣国府的产业比宁国府多得多，而收入却比宁国府多不了多少。贾珍又表示，荣国府的开销远远大于宁国府。而庄田在下一年的缴租虽未见正面描写，但作者在第75回却做了侧面描写，让读者知道那年的收成更为糟糕。在这一回里，因为庄田上接连欠收效应的叠加，使经济危机甚至在贾母的饭桌上也显示出来了。贾母平时喜欢自己吃完饭后又拉别人来接着吃，而且历来都是让人享用自己的特供腌制米饭。可是这一次，他看到伺候添饭的人手内竟捧着一碗下人的米饭给尤氏。贾母大为惊讶，当即斥责道：你怎么昏了，盛这个饭来给你奶奶？此时王夫人在旁解释道：这1、2年旱涝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关去，生恐一时短了，买的不顺口。王夫人能做出这样的解释，表明她对荣国府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已了然于心。结合这一因素做考量，我们可以明白王夫人给贾母筹办寿礼时的考虑。此时王夫人的私房钱显然没有，也不可能耗尽，但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她已经不愿动用自己私人的积蓄，她须得存钱留着，以备日后不时之需。于是王夫人最后还是采纳了王熙凤的建议，将库房里一时用不着的4、5箱子大同西家伙拿去典当了300银子来筹备寿礼。王夫人当然明白，这样做实际上是将关中的财物及共有财产转入了自己的私囊，但她显然也无可奈何。而如果连王夫人也开始这样操作，就更表明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经渗入了荣国府正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至于王熙凤自称将自己的金字名中卖了560两银子全都用于公事，此事也不像是虚构。
作为管家人，王熙凤会有一些变卖自己的财物以应急的举措。不过王熙凤经常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又怎肯反过来做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傻事？她大权在握，总有办法补偿自己损失。王熙凤宣扬此事，既是为自己博取好名声，同时也是想让大家清楚知道荣国府资金周转的困难。同样是在第72回里，作者描写了贾琏央求鸳鸯偷贾母的东西去典当的情节。这2日因老太太的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了，几处房租地税通在9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您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3-2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之介。俗语说，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搬运出1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不上半年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这一回里接连写了3件事，先是为帮王夫人筹办寿礼，倒卖了4-5箱子大铜锡家伙，接着是王熙凤将金字名中卖了560两银子，如今贾琏又央求鸳鸯将贾母的金银家伙偷着搬运出去当银子，靠典当甚至是出售物品来维持资金的周转，这在荣国府里可是近100年来经济史上破天荒的事。而且这一部分的预算用完是在8月，1年的光景仅仅只过了2/3。而这3件事都还只是在描写贾琏与王熙凤所掌管的那部分流动资金的严重短缺，未涉及其他管理机构的预算执行情况。可是仍在第72回里，总管房的大管家林之孝向贾琏汇报，说家道艰难等情况，并提出了裁减人员以节约开支的建议。这意味着入不敷出已成为荣国府全局性的大问题。若从荣国府的经济问题角度着眼，第72回是《红楼梦》中极为重要的篇章。该回的描写证实，自第53回乌进孝缴租以来，荣国府的经济体系已进入了快速下滑的通道。此时将第53回里贾蓉那句话移到这里，倒十分贴切，果真内府里穷了。